你认真想一下，在你生命的面向里头，譬如说想一想你的事业、金钱、爱情、人际、家庭跟健康，你想一想，在这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里头，什么部分你经常卡住，或者是错误重复发生，一而再再而三，都好辛苦，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结果，这可能就是你债务的所在。信仰注重在人间，金钱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大家一定都有类似的经验，也有类似的疑问，例如说，为什么有些人财运很差，那有些人却有源源不绝的财富，是怎么一回事？钱财就像我们说，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我们今生都要跟钱打交道，特别是我身为财神爷的机身，在钱的世界里头，真的是从小打交道到大，所以现在就来跟各位说一说财富如何更好的方式。我们财神爷常在讲的，钱跟事业这两个是分开的哦。多数人会常把事业跟金钱放在一块来看，其实不是。我们怎么讲事业这个概念就像我们常在说的，当老板的不一定有钱，他可能每个月发完员工工资，公司的一切开销，最后他归零所以当老板的不一定有钱哦，但当员工的不一定穷搞不好员工有的是资产财产多过于老板。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就了解，事业跟金钱是分开一个，事业代表自我成就价值，而金钱是我们所说的是个人的福报。所以这边要说到财运差，是不是上辈子做了太多的坏事？你严格来讲其实也是有一点关联这个关联不见得做坏事，可能是你没有做福报。其实我们的金钱有多少，跟所谓的因果业力法则真的有一点关系耶。就像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可能是种瓜得豆的，就是所谓的因果，所谓的业力然后也如同是债啦。而债它是指没有圆满的状态。那神佛道教里常说收圆与归圆，人们的一切呢，我们都是为了要求圆满所以债的产生消极的层面来看是偿还，但是其实以积极层面来看是修炼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福报做得很多，你还是可以很有钱的。那如果福报可能不具足，真的是辛苦。神明能告诉我们上辈子有什么债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债在哪里。你如果到庙里去请示神尊说神明我的债在哪边呢？神明当然有的会告诉你，他有的可能不会说。但是呢，如是我闻财神爷所告诉我的，他说其实我们怎么能够不用问神就知道我们的债在哪里？来，你认真想一下，在你生命的面向里头，譬如说想一想你的事业、金钱、爱情、人际、家庭跟健康，你想一想，在这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里头，什么部分你经常卡住，或者是错误重复发生，一而再再而三，都好辛苦，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结果，这可能就是你债务的所在，这就是你要还的债，你人生要学习的功课，没有圆满的因果债。所以让各位明白，就是说我怎么去了解我自己哪边有因果债，或是哪边有该还的债没有还，你就好好去想你的方方面面。那这边要讲关于你的钱，如果是让你觉得很辛苦的，我们要告诉你一个观念，帮你转换一下。我们所说的债如果真的用财务杠杆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本身有多少收入，是可以有几%合理的债务这个债务包含可能是借贷这些的，债不见得不好。就像有人可能他缺1000块，他就要上亿了，他非常的钻牛角尖，在找这1000块在哪。有的人可能他生命的全部就只有这1000块，他也觉得很 OK， 可以过生活。所以钱的多少数量这个很难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的一个准则跟想要的数字。钱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运行的更好，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所谓的你要有福报，福报是要累积的。债这件事情有时候它不是坏事，从你能够扛多少债可以明白你的能耐有多少啦。所以呢，也许我们在看债务的这个层面，我们用消极面来看，哇，这要偿还好累但是其实如果你以积极的层面来看，这个是修炼你现在能够扛1000万的债，你能够顺利圆满，将来你的钱一定是赚比1000万乘以10倍都有可能。所以呢，债这个东西呢，其实有时候它是个压力，但有时候它会帮助我们成长。这边要跟各位讲的是，当你面对债务，你还是要有你的正能量，你明白它在教会我们一些事情。那要如何偿还这些债呢？这个债刚刚分析下来，我们会知道不是只有钱债，也许还有情债嘞。如果想要偿还上辈子的债消除业障改变财运，我们就要利用补财库的方式来处理。财神庙都有很多的补财库金纸，那但是也不单单只有在财神庙才有。我们台湾宗教是兴盛的，所以在很多的庙宇里头，其实也都特别有补财库的金纸，不用找远，你的居家还有你工作所在地附近，只要庙中它有补财库的金纸可以来烧化来进行就可以了。通常庙宇呢，它会告诉你，它已经帮你 set 好了一份 set， 可能也许是大份或
或小份，你可以用你的经济能力来决定。那我们就听话照做，轻松不费力。当然也有人补财库补到好几千好几万，但是如果站在环保的立场，我真的不建议用这个方式。环保很重要。那如果有的庙宇它没有 set 好，你是一次要补大份还小份的，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分量放在旁边，告诉你说你自己随喜。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请示神尊，到底需要补的财库有多少，是1份、3份、5份、7份、9份，请财神爷来决定我需要的份数。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做说明，这是第一个补财库的方式。好，再来第二个呢，说到补财库啊，我们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哇，就是天赦日咯。天赦日啊，其实一年大概只有5到7个，那每年的天赦日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自行 Google 今年2025的天赦日有哪几天，我们就可以特地利用天赦日去补财库。好，那再来有些朋友会说到，特别是都市，其实现在政府在提倡减碳，所以呢，我们金纸烧化量有的是不给烧金纸的，有的是烧金纸的数量减少。那有的人如果会在意说，哎呦那这样我补财库没办法补怎么办？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烧化金纸，你可以找慈善机构，只要它是正派的，你定期定额慈善捐赠，也等同于是为自己补财库。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3个为自己补财库、清偿债务的好方式。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那我债务都清偿了，就可以赚更多钱吗？是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跟各位分享财神爷的财富心法。我真的有亲自执行，真的发现很棒。我们来讨论财富心法怎么执行、怎么做。财富心法其实是不困难的，很简单的。等一下你听我说一说就可以明白。好，我们现在来讲财富心法3个状态。那这3个状态财神爷把它画成一个金字塔。那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他说的就是福报运财。什么叫福报运财？我们常在讲财神爷说，有能力人不见得赚得到钱，但有福报的躺在家里每天钱都会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世间的财真的它不是能力来的，它是福报来的。那我们认同了第一个理念之后，我们就跳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叫累积阴德。什么意思呢？财神爷常在讲，财为水，水为财，水是阴性的能量，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阴性能量我们就是要丢阴德。阴德就是默默做的好事，不为人知。所以如果你要得财，就是捐钱，一定有。记得理财这件事情也不是告诉你要省多少钱或者说怎么节约，往往钱是这样，你给出去它就会回来。好，这也是我个人的例子。其实没有人来找我咨询，或是餐馆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也要过生活呢。但是自从财神爷把财富心法传降下来之后，我就是这么执行。我可能我晚餐设定要吃200块，我晚餐不吃，我把这200块拿出去做捐赠，拿到便利商店你使用一下 iPhone 或是它有广告捐赠我只要钱捐出去，我个人的体验最快1天客人开始打电话来订桌，或者说是排咨询服务，最晚3天。所以我真的发现钱是给出去就有力量的。那至于捐钱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去分配？当然你不可以，你有1亿你只捐1000，不行。但是你也不可以，你只有1000块，你1000全捐出来也不行。所以基本上你自己衡量一下，扣除你的必要开销，再来做你可以做得到的捐赠。那再来，在这个累积阴德的这个第2个层次，还有个重要概念，就是说财为水，水为财。水是阴性的力量，这个阴性的力量也代表是我们女人，这个是来自易经5行8卦的一个原理所以既然是女人，你就要了解，女人一定要懂理财。女人如果不懂理财你会发现家会败女人如果懂理财，家会旺。所以你去好好观察周围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妈妈阿嬷你去看一看。所以记得我们现在的女人就从你开始，自己学会理财，懂理财，我们整个家都会旺。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讲到第3个层次呢，叫感恩欢喜。感恩欢喜就像刚刚所分享的，财神的金字塔里头的最高端。这个最高端就是要你要开心。其实你们知道吗？开心最难其实开心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的大脑真的是有个结构是这样的，只要你今天没在做事，你就开始担心、恐惧、害怕了。这个也是一种生物本能。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师姐说的这个都是有医疗的那个文献可以去看的当我们人只要是没事，我们就开始担心、恐惧、害怕了。就像回到古早生物本能的时候，也许我时时都要注意有没有动物，或是有没有其他人会伤害我。所以呢，只要当你开始忙碌起来，你就会忘掉你的担心、恐惧、害怕。所以说真的，我们人先天你要过上开心快乐真的不容易，特别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又大，所以开心欢喜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练习。那所谓的感恩欢喜，在财神爷来看，这个层次的状态就是说，要用良善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呢不会影响他人，让自己开心。在这个状态里头，就像我们身心灵常在提倡的，就是高频率的状态。在这个高频率状态就会心想事成。常常进入到这个高频率状态的人其实说真的，以更深入来看，他甚至还是可以明白你的今生的功课是否有圆满。那在之前我们再回来跟各位说一下感恩欢喜要怎么练习，因为快乐真的很难。我发现我们都以为快乐很简单，我就做我喜欢的就快乐No， 不是财神爷这里说的快乐我们必须去练习。怎么练习？一句话就叫感恩。但财神爷说的感恩它是有方式的。什么叫感恩？
财神爷说感恩就叫比较法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来比去之后就发现，哎呦，其实我也很幸运啊，我没有流落街头，我有家可以住哦。我虽然没有办法买很名贵的包包，但是呢，我有钱包。我够装我需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感恩欢喜这件事情一定要练习。这个练习从感恩开始，感恩就是比较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就觉得哎呦，阿弥陀佛，我也是很好啦。好，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感恩的心出来，其实就会进入欢喜状态。这个欢喜，这个感恩是良善，这个才能真的创造美好出来，创造财富过来。所以呢，这3个法则，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来记住它，做练习。练习其实并不困难，因为都有我们陪伴你，而且我们真的都发现是有结果的。所以呢，想要事业有成啊，想要生活顺遂啊，也包含想要恋情圆满啊，能够升官发财啊，做善事积功德不可少呢。你仔细观察，如果真的把财比喻成水，水是金钱能量流，你会发现哦，守财奴的钱一毛不拔的人，他们往往所累积的钱不是投资失利，就是被骗。